2个月跨国旅行的第3站，来到了北京。你好，我是 Easy Fish， 这里是我父母的书房，它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儿时胡同生活以及鼓楼繁华的记忆。世界在屏幕里不断变化，我却在这里找到了从未改变的自己。很多人有这款毛毯吧？父母的书房是我亲自整理的，我觉得自己好像躺在他们的作品之中。我父亲是一位封面装帧艺术家，他曾设计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社标，作品多次获得设计大奖，上万册音乐图书的封面出自他的手笔。人民音乐出版社，进来看看现在里边变成什么样了。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这个区域，我就从这个下面的门进去，不知道现在这里是什么单位。我找到了一些老照片，想起了小时候的胡同生活。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上厕所的地方，也算是建得比较好了。那小的时候厕所潦草的不行，老远就闻到味儿。这是个垃圾站，那我们小的时候的垃圾都堆到这里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房子了。胡同的宽窄没有变，还是老样子。我小的时候就是跟我的同学就在这儿玩跳皮筋儿，玩藏猫猫，爬电线杆子。那时候我觉得这个胡同挺宽的，现在感觉好窄呀。以前我有个同学住在这里头，姓王。以前这个就是我们家，就从这儿进门，这是外屋，这个窗户就是内屋。我小的时候就记得从这个台阶上去，还在这个台阶上摔过跟头，拉破了手腕，还留下了疤。想想这傻小子家里没钱，家里没电脑。以前这个地方是我们家的小厨房，在这儿，这是一个通道进去，是另一家人，这边都加盖的。以前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院子的感觉，就是从这儿凹进去就是另一户，是那样的。这块整个这个水泥墙都是后盖的。到我小的时候住是5家人，1家人，2家人，我们家，然后这个通道里头进去是1家，然后这个区域拐弯是1家，5家人。对面的这家算是个小四合院，我的一个同学姓陆。哇，变得这么挤啊！这原来都没有这些东西。这面一个厢房，那是个高瓦的，那是个正常的厢房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厢房。以前是凹进去的，还有个回廊，现在窗户都快和屋檐齐平了。哇，好窄呀！这都是后盖的，原来这个院子挺大的。这面是，对，这是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大的厢房。后面那个楼都是后盖的，在最远处还有那个瓦，是它的那一边南边的那个厢房。这样它的4个厢房，3、4，但现在就变成这样了，乱七八糟。以前我还有个同学住在这个房子里头，姓龚。这个院子实际上最早他们是一起的，1进2进，现在都成了大杂院了。我记得以前有冬储大白菜就在这儿卖，大家都从这儿搬到各家。有时候蜂窝煤也是拉到这里头卸货，在这儿卖。秦琼这个人非常实在，每天都是早早的来，晚晚的回家，那人多可靠。跟济南大帅唐弼2个人处的是亲密无间。
保留了门墩儿和影背的四合院，但里面也是个大杂院。能耐还大，还客气，办事情还认真。你交给他点事儿，你就放心，别说第二句话，准保提前完成，而且尽美尽善。哪个单位不希望这样的人？都欢迎这样的人。就这么的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这就是我上学的小学吗？献给灯市口小学哦，现在已经被灯市口小学给合并了。你好，给我拿2张油饼，1个豆浆。行。这点东西人民币100多元。你的手一边擀一边要往里边匀呢。父亲是装帧艺术家，母亲修版也得过大奖。我是在这样一个追求质感与细节的家庭里长大，生活里没有太多的松弛感，更多的是挑剔和较真儿。你喜欢锅挑的还是过凉水的？父亲已经不太认识我了，我小时候很怕他，但现在看见他就安心。这里是我母亲收藏的一部分精巧的小东西，我把它们陈列在这个法式柜里。她生病住院了，我每天去看她。她在照相馆做底片修片工作，我后来才明白，父亲为书籍做封面，母亲为照片修底片，他们都是给时间做了个保留，而我做视频似乎延续了他们的工作。我觉得在这儿租个共享单车去鼓楼那边。我现在骑共享单车去鼓楼，那是我母亲工作过的地方，也是我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。我在这里还车了，还车程好吧，不过4小时。你想吃炸糕？好，给我来1份奶油炸糕。打包在这儿吃？在这儿吃的。别的还有什么？不要了。这个炸糕比以前大了1倍。小时候特别爱吃这个。我看了许久，就这个2楼有点当年的照相馆的样子。以前的地安门百货商场也被许多餐厅取代，这里已经成为热门景点，游客熙熙攘攘。谢谢。再点几道传统京味小吃，卤煮、爆肚、灌肠，最后再来上一碗老北京炸酱面，配上2瓣蒜，吃个肚胃，别提多舒坦了。这里边是肥肠、猪肝、淀粉、蒜末，胆固醇含量巨高。我也要茶汤。这是红果，跟那甜的搭配以后，酸甜口。一旦整成了一个动物，是该把整数对齐。
这北冰洋那多少钱呀？北冰洋9块，鲜9。酸奶呢？酸奶10块。是吗？给我来一个酸奶吧。现在瓷罐都这么小了。对，原先是大肚子。然后有一个铁勺，对，拿铁勺崴着吃。对，这个肚子也大。从多伦多、芝加哥到东京、北京，我曾以为旅行是为了看世界如何变化。回到北京，睡在父母的书房里，我才发现我的旅行是为了确认那些不变的东西。